好，科技戰來關心 AI 的戰場變天了。今天要來看到是 Kimi K3 橫空出世，擁有2.8兆的參數，挑戰美國、中國的開源反攻，能否改寫 AI 的霸權呢？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未來的這個 AI 霸權會掌握在中國大陸手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會掌握在美國手中，留言寫2，來跟我們一起做更多互動。好，今天的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幫我們做回答。3個火線話題，第一個 Kimi K3 橫空出世了，中國大陸現在可以說從 AI 的追趕者已經變成美國很嚴重的威脅者。北京是否能夠用這種開源模式來撼動美國長期的 AI 霸權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呢，我們發現到了一個很有趣的數字，就是全球的熱門開源 AI 模型的排名，前6名當中幾乎全部都被中國大陸的企業給包辦了。當中有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企業，包括了 DeepSeek， 還有騰訊公司到小米，現在都攻城略地了。中國大陸是不是掌握整體的生態布局，在 AI 的部分搶下了科技主導權呢？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美國原本是想要靠晶片封鎖壓制大陸的 AI 發展，但是逼出的就是中國大陸的自主模型跟它的技術突破。等一下細節我們一起來看，美國是否養出了自己的更強大的科技對手呢？今天就這些問題，我们會做一次深度的剖析。好，人工 AI 智慧戰場現在迎來的新變局，帶觀眾朋友來看看，在過去這幾年，我們都知道全球的 AI 競賽幾乎都是美國這個科技巨擘在主導，從 OpenAI 到 ChatGPT， 大家都有在使用，一直到後面所引發的是包括了生成式 AI 的革命，許多的這些科技企業也加入一起在這個當中做發展。好，不管是 Google 啊、Meta 公司、Anthropic 等等，都一起投入做 AI。那他們掌握了強大的模型晶片跟 AI 的主導權。但是現在呢，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特別關注這個引爆全球關注的中國大陸 AI 新創公司月之暗面推出的這個新的模型，叫做Kimi 3，好，有幾個重點，它就是擁有2.8兆的參數規模，是全球，重點來了，它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一個開源 AI 模型之一，瞄準的就是美國的頂尖 AI 企業，甚至有沒有可能超越呢？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那它有哪一些比較好、比較特殊的能力？包括了它瞄準推理，還有程式開發能力跟企業應用可以做比較好的應用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請教將軍怎麼看了 Kimi K3，號稱是全球最大開源模型，可以解讀說中國大陸的 AI 已經追上美國，甚至是這個差距已經到非常小了嗎？李將軍怎麼看？Kimi K3 這個橫空出世，它是這個開源的一種模型啊。中國大部分的 AI 都是開源的模型，那美國還是堅持走它所謂的閉鎖式的一種模型。那兩個國家之間 AI 的發展、企業的發展差別在這邊。那為什麼我個人是認為說是 Kimi K3 出世之後，那極可能會取代這個美國的 AI 霸權？為什麼我這樣講呢？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什麼叫做開源模型。開源模型它就是開發者將它所這個人工智慧的模型裡面的一個程式碼，還有它的訓練權這些重要的資料公開。公開之後，它就可以讓大眾免費的來這個使用，然後來修改以及共享它這類模型所以企業來講的話，我企業或者是個人，我就可以把這個模型用在我自己的這種部署的機器上面或者是用在我的伺服器上面，然後再後面做修改。這樣的話，它第一個就是我企業來講，我的這個機密的資料，我就不必上傳到雲端避免泄密。那第二個來講，我也可以降低我的成本將成本做有效的一個控制，所以既可以有隱私，也可以有控制。但第二個這是我們了解開源的這種模型之後，第二個我們要知道為什麼說開源模型極可能會取代封閉型的模型，因為全球的 AI 產業以前是誰有最強的模型，誰能夠誰有最強的這個模型，它可能可以這個掌控到話語權。但是現在已經慢慢轉變了，現在已經不是誰有最強的模型，而是變成說是誰擁有最大的開發者。那你想想看，如果開源模型它下載在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個人，它都可以去做程式的修改運用來講的話，它當然 Kimi K3 就可能是
變成全球最強大的一個開發者的一個模型。所以基於這個理由，它就極可能取代美國的所謂閉鎖性的這種這些科技的模型哈。第三個來講哈，我們看到其實是價位方面來講的話。當然哈，你可以說這個中國的這種開源式的模型，它的所擁有的這種token 的這種使用的費用是低很多，將近是比美國。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說 DeepSeek 跟 OpenAI 來做比較的話，Open 同樣都是100萬個輸入來講的話，哈 ，DeepSeek 它只要0.09美元，那這個輸出的話是0.18美元，所以說這個那 OpenAI 來講的話。它的輸入100萬 token 是5塊，跟這個輸出是30塊，兩者價差，一個是這個輸入來講到達55倍，輸出來講到166倍。那光價錢來講的話，你知道這個你要去運用一個模型，你就必須要去付費嘛。那這個價位來講就差很多。其實最可怕的不是這個 token 你輸入多少錢，是不斷的，你知道我們現在要求的這種 AI，它要求它做的東西越來越多，所以你必須要給它更多的參數，讓它有更多的去計算。在這種狀況之下，包括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包括 Uber， 它4月份，它光用 AI 來講的話，它的已經把4個月已經把1年度它公司裡面 AI 的預算全部都消耗光了。那它還有能力再做剩下8個月嗎？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狀況下，這個中國的這種模型 AI 企業，它第一個哈，它可以開源式，可以變成一個開發者所共享的一個生態。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它也比較便宜，讓企業可以用得起。所以未來極可能哈，中國的開源模型這個會取代美國的 AI 霸權。好，所以將軍認為中國大陸的開源模型未來有機會取代美國的 AI 模型。那幾個重點包括了講到隱私性嘛，比較具有隱私性。那第二個還包括它比較方便企業去做使用。最後價格的部分，其實呢，這個也有做了一個最新統計。如果以整體 AI 的價格來說，它只有美國的模型的1/10不到而已，而且就能夠完成這些高價模型才能夠完成的任務。那最新我們來看到數據，確實就是因為大陸掌握了這些優勢哦，所以它的開源模型在全球的下載量正式出爐了，數字高達了超過40%，而且呢，在這個全球熱門的開源模型當中，前6名幾乎被中國大陸所包辦，當中包括了騰訊、小米、DeepSeek 跟 MiniMax、智譜等企業。賴老師怎麼看？我們先來看看美國自己本身的 AI 的工作者啊，有多少人使用中國的 AI 啊？60%，這個是很驚人的數字哈。也就是說，美國的硅谷的這些工程師，因為他們是高端的，他們不是我們是很低端的啊。所以我們用的是免費的。那像我兒子，他是高端的工程師，他用的是非常尖端的，可是他不會只使用一個國家的，也就是說他不會只使用美國的，他也用中國大陸的。那他本身跟我交換了很多意見，有關於中美之間的這個 AI 的模型，他們的演算的一個方式。對於一個這種工程師來說的話，他們當然思考的一個就是。美國的閉源使他們覺得不安全，因為它隨時可以關掉。而中國的開源，因為它把它的基本的架構開放給你，所以他們可以進入基本的架構裡面來自己編寫，所以對他們來講是安全的。是，因為你是提供給我，也就是說你把架構鋪好了，然後你給我用，那所以我隨時可以改，改了以後就是我的了。好，所以對於他們來說的話，他們當然就是不會只依賴一個，他們是多方的使用。可是對我像我這樣的一個這麼低階的 AI 的使用者來講，那我要使用1個、2個還是3個還是4個啊？我當然會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是說我的工作是什麼，我會比較多使用哪一些這個 AI 的系統。再來我會考慮到的是多少錢，因為免費的提供給你很陽春，可是你陽春你滿足不了你，你要高端一點點，你要稍微進階，你要開始付費了。可是你看中國大陸的價格是這樣子，中國大陸的價格是白菜價的，有 DeepSeek， 我給你通吃了，中價位的也有，高價位的就是你剛剛講的 Kimi K3，它是走高價位的。那換言之，也就是說它都有個對標的。Kimi K3 它對標的就是 Open，它就是對標 Open 或者對標我們講 GPT 了。那它對標的情形下，它的價位只有它的1/幾而已，1/5或者1/6。
那這樣的一個價格使高階的工程師他的有限的預算中，例如說我的公司規模不大，那我的 AI 的預算有限，那請問一下，我要買你美國的還是要買你中國大陸的？當然買你中國大陸的嘛。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當這一些大陸的 AI 的產品，它的效能跟美國並駕齊驅的時候，那大家馬上看到的，那就是價格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謂的性價比。現在大陸在效能方面是跟美國並駕齊驅，因為這次的 Kimi K3被演算出來，是發現跟 GPT 是並駕齊驅的。可是它的價格就它的幾分之幾，那你看誰會佔有優勢？而您所看到的目前的中國的 AI 前幾位，因為像這個 Anthropic 那也落後了嘛，也都墊後了，這代表說美國的那幾家公司無法跟中國大陸的那前6家的公司來競爭了。這個往後再走遠一點，美國就開始走入落後了，所以從領先被追平到最後出現落後的現象，我覺得是會發生的，因為最終還是要價格來決定。好，所以價格成為關鍵哦。那剛剛這個老師也特別幫我們提到的是說，中國大陸其實包辦了，不管是從比較最便宜的價格到最貴的價格，甚至是中價位都有。剛剛提到了嘛，最便宜的價格，包括 DeepSeek 專門走的是白菜價，那最貴的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Kimi， 那它也有中間比較普通的價格是智譜等等，全部都包下來了，是不留給美国活路吗？那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中國大陸這個 Kimi， 我認為一般來看的話，包含 DeepSeek 都有3大優勢，因為這3大優勢啊，而讓美國由領先群，然後變成並駕齊驅，到最後面可能就慢慢逐步落後。那我們可以看這個第一個開源優勢，因為開源了，你問什麼問題給他他也成長了。你加個，你又對他有什麼建議，他又成長了。它就一直是在吸收，一直在膨脹，一直在長大。对，那它會越來越聰明。那這是開源的優勢，所以開源會產生一種滾動式的修正。那滾動式的修調之後呢，它會更聰明，那越來越聰明。那這樣的話，你所能夠發揮的功能，所能夠發揮的價值，是不是更大？這是第一個，我在開源。第二個，價格優勢，因為價格優勢它便宜，那便宜之後，你客戶越來越多，客戶越來越多，按照經濟報酬規模。我的價格優勢就出來了，因為大家都在用我的了。我本來剛開始少的時候，我的來源是相對有限。現在我走廣的路線，我走大眾化、普及化、普羅路線，我來贏你，那大家以後都用得起，都買得起，都享受得起。那這個價格優勢就來了，而且會形成良性效益。越多人越用多的時候呢，我價格越低，越低我越有競爭性啊，大家都要來了嘛。那我就坐那邊，我就要負責數鈔票就可以了，因為大家自動就來，因為。價格來吸引，價格是看不見的手，它是一個市場機能決定供需，價格來決定供需的。那價格。第3個，我認為打破英文的優勢，以前都是英文，現在不要了，你一個鍵過去啊，就是變成中文，你一個鍵呢變成正體字，一個鍵呢又變成我們講到的簡體字，你是變成你一個鍵就可以，那換算不要1秒，0.5秒就唰整個完畢了，好快啊，就好像。翻譯蛙哥一樣，你翻譯蛙哥一樣，就是這樣啊。所以已經沒有英文優勢，慢慢被取代了。為什麼以前都要英文？你英文好，哇，你好有學問哦。你這個人是個大儒士，是個大學者，好像你英文棒就是代表全部。現在不是了，你英文優勢慢慢被取代，這個 AI 都可以做，你英文優勢不是優勢了，電腦才是優勢。所以我們來看，現在變成怎麼樣呢？我現在這個開源變成我是資料庫，我有指標性。我是共享運算，在我這個大資料庫，我是你的大腦，你來用我的大腦。我是超級廉價的大腦，你來用。你看，那這樣子的話，就英文的優勢就慢慢被取代了。所以這3大優勢會讓這些 Kimi、這些 DeepSeek 來看的話，將來的前景是會逐漸凌駕，是凌駕。我們叫凌駕美國這些相關的這些我們講的它的這些大腦系統。是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